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越南的首都河内啊，我已经来河内有4、5天了，但是还没有找到女朋友。哎呀，这几天可以说是非常忧伤、非常郁闷、非常悲伤、非常不开心啊。原因就是没找到女朋友。第二呢，就是这个台风过后啊，天天下雨，这个雨特别大，窝在房间里睡觉没意义。哎呀，真的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收益变低了，几乎没有收益了，拍视频没什么收益了。哎呦我去，加入这个什么创作者伙伴计划之后，一点点收益。哎呀，现在真的压力非常大呀，没有收益就证明我在国外快待不下去了，马上就要待不下去了，必须回国了。哎呀，太难受了。收益一点点，我也搞不懂这个现在是怎么回事？这个抖音现在怎么回事？发视频有时候西瓜、头条、抖音它不同步，一天就1块钱、2块钱的收益，这能干啥呀？非常郁闷，非常悲伤，非常难受啊！哎呀，我想回国打螺丝了。我朋友说这个月底电子厂工价变高了啊。变成30多1小时了，学生工都快回学校了，所以说工价也变高了。我在考虑要不要回国打螺丝。其实打螺丝也没什么不好的啊，打螺丝也挺好的。打螺丝也可以接触中国女孩，也不是说没有中国女孩，有，但是比较少。但是打螺丝呢比较累，比较累。其实回去打3个月螺丝也可以。也不是不行啊，我在想到底怎么办。比如在河内这边女的是挺多的，但是也不搭理人，也不好认识，认识了之后也约不出来，约出来之后净花钱，花好多钱，然后结果也没啥用啊！我真的非常郁闷啊！很多人问我在国外怎么待这么久，其实待这么久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以前这个中视频计划嘛发视频有收益啊。以前收益虽然不高，20、30块钱，20、30块钱，有时候高的话40、50块钱，但是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一天也就花个40块钱嘛，是吧？如果租房子的话，其实花不了多少钱，是吧？所以说有个20、30，其实这也是我在国外待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平台这个政策是怎么变化的，我现在还没有看明白，它这个收益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反正我一打开抖音一看，一天收益也就1块2块，反正4、5块，也就这些，我也不是很明白。不知道是不是自媒体时代结束了啊？我真的是有时候吧，我还睡不着觉，我一想没有钱生活了，我就头疼，我就难受。看来这个自媒体真是还得找个工作上呀，找个班上。你要仅靠自媒体活得滋润，活得舒服，活得潇洒，这个好像不太现实。自媒体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批人暴富啊，是有一批人突然暴富，播放量很高，单价给的很高，还有一些签约的作者啊，刚开始签约的，他给你几万、几十万，反正那一批人暴富了，之后就仅靠播放量了，也没有暴富过，就是靠就只能维持生活。像我们的是属于连维持生活都有点紧巴的那一批人呀。我这个播放量很差，很垃圾，我真的很郁闷。我在想，我到底是怎么办啊？是留在这里，找个工作，还是找个谋生的手段，还是说回国打螺丝啊？其实我也想回国打螺丝，回国打螺丝有打螺丝的愉快，有打螺丝的快乐。说实话，我的人生活得很垃圾啊，活得很差。本来想靠自媒体这个咸鱼翻身，想让我们这些底层人突然翻身，看来不太现实。穷人终究是穷人呀，想发生这个大
大的变化，太难了，太难了。生活在底层是很难翻身的。自媒体时代，我感觉，离结束可能不远了，可能不远了，因为我有这个预感，说不准。